电闸这样接是不对的，一开又坏了。这是换的第2个电闸，昨天晚上换一个坏了，今天早晨又换一个。用电笔测量，电闸上面没有电。明明电表进线有电，为什么没电呢？电源的进线是下端，电闸的下面是进线。你看，这种接线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吗？他们说昨天也是换的这么一个电闸，合上闸一开电器就坏了。旁边那一个是1楼的，一直那么用没问题，也是下边是进线，这样接不符合常规，不知道的很容易造成触电。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接，进来的主线先接近了电表，然后从电表出来接到了电闸的下面。我给这个漏保做一个复位，这个闸是控制的2楼，2楼的总闸是拉下来的，可以推一下试试。一推就跳，这样接漏电保护器本身就是不行的，连着换2个新电闸了，都坏了。他为什么要换这个电闸呢？在这个漏保后边还有一个断路器，原来是那一个电闸，怀疑那个电闸不好，所以换了个新电闸。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的1楼用电都很正常。怀疑电压不好，怀疑电闸的质量有问题。首先可以确定它这个电压是没问题的。又重新买回来第3个闸，我给它反过来接，它里面是个空开，从外观上看，你看这个断路器是有问题的，合上去然后再拉下来，它就落不到底儿。最左边这一项应该是有问题的，可以测一下通断。现在闸合上了，看上下通不通。这一批是不通的，再看第2批，这一项通，第3项也是通的，最后这一项也是通的，有问题。最左边这一项虽然是闸是合着的，但是是不通的。他们说最左侧这一项接的是零线，那这个零线是不通的。现在可以确定这个闸是个坏闸，3项电缺零线，后果很严重哦。看一下刚拆下来这一个新的电闸，复位以后一合闸就跳出来了，里边也完了。他们说接上这个电闸合上电，上面一用电，砰的一声就跳了。是反接造成的电闸损坏，还是电路不好造成的电闸损坏呢？这个就是2楼的电箱，我把这路线送上电，测量一下它的输入电压。当然这边测量电压都正常，线被他们自己都拆的差不多了。为什么要拆这些线呢？我现在知道什么原因，所以我现在把总闸送上电，测量每个电闸上面的进线电压，就是确保每个进线电压都是220伏。电压没问题，他们都是一直正常用电。把线接好以后，我现在就给它全部送上电。他们原来是怀疑电器有问题，把电线也拆了，把电器也拔了，现在把电全部能送上，没问题。是因为昨天晚上这些灯突然闪，他们把灯全拆下来了，以为是灯有问题，又怀疑热水器有问题等等，这都是因为缺零线造成的。现在用电正常了，3项4线零线断了会有什么后果呢？这是3根火线和1个零线，下边是分路，1火1零，单独的电闸，220伏。图中这个黑点就是连接，代表接通，这个交叉是不是通的？点黑点的就是接头，线的连接。先说灯这个回路，灯通电以后，这个火线经过灯以后回到零线，插座也是火线零线，这是一个回路。这个是电闸，刚才说的在正常合闸的状态，火线都是通的，结果它零线不通，在闸这个地方断了，就是前面说的零线断了，那它下面的电气回路可以把这个零火回路形成一个水管，水回来回不去了，然后它会顺着零线管进入插座回路，回哪去了？回这个火线上来了。这个时候灯两端的电压不再是220伏，它是这2个火线之间形成的回路电压。反正我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在3根火线之间形成回路，或者说这个回路经过这个零线进入这一项电的回路，这个也不一定啊。它们之间的电压，回路电压
就是插座两端的电压，一般不再是220，有可能270-80伏以上，或者有的在380伏左右。这个电压不一定，因为三相回路不平衡嘛，有时候测出来的电压300伏左右，有的350、360都有。这时候这个灯都在闪。插座上如果插的电视机啊、电脑啊等等，包括手机充电器、电源插头，还有刚才说的那个灯，都有烧坏的。他们家送上电以后，有的灯都不亮了，已经烧坏了。我见过最多的就是烧电脑，有的办公室一下烧好几台。所以说3相4相的零线不能断，断了后果很严重。像这种4P 的漏保，正确的接法是进线接上端，火接火，零接零。如果你反过来接，虽然是火接火，零接零，接的都对，但是漏电保护器是保护的，它不允许你这么接。这个零线在闸的内部是通着的，就是你拉下闸以后，它也是通的，里面有零序感应电流线圈，就是你反向通电会造成里面的脱扣线圈损坏。它和普通的空气开关不一样，里面的原理包括里面的结构是不能反接的。好了，感谢你观看。门禁没有电，开门关门不好使。不光这一个，这一层楼有的有电，有的没有电。他们怀疑是电路断电了，所以找个电工过来查一下电路。怀疑是跳闸了，那就去配电室看一下，看是不是有跳闸的。好，这里面有弱电有强电，那我是先看强电呢还是弱电呢？这是强电，都是380的电，这个不是。来看一下这个箱，这个有跳闸的，标志是应急电源、照明、机柜电源、误动。他们说门禁是后来装的，后来下的线，下线的师傅找不到了，物业的师傅也不清楚。这里面有弱电，有消防，强电，怎么找啊？这个门禁应该是弱电电路，这是网络信号交换机啊。弱电和强电，都是走的桥架，走到了外边的房间。这个怎么查呀？得上房顶。看到了，这黄色的线就是，然后这些线都进了桥架，这么多，然后这些线都一块进了这个配电室。其实我想找一下它的电源，打开这个房顶，这里也有，也是黄色的线，走的铁管，然后往下走了，顺着铁管往这看，进了桥架，然后呢，这又去哪了？从桥架出来了，出来以后看接的什么电路，在这儿进了这个铁盒，另外这里有一个护套线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个电源线，看是不是？应该是一个220伏变成12伏，没看清，好像是直流12伏的一个电源。这就是个电源，给门禁供电的电源。明白了，这个护套线应该是220伏的电源，应该是往配电室走了，然后顺着桥架下来，这些黄线就是门禁的控制电路。在这有一个护套线，就是那根护套线。这是直接接进了弱电箱吗？接了个插头插在了里面的插座上，这个插头插的不紧啊，很松，在上面晃晃悠悠的。我把它插上看一下，门禁有电了，亮灯了，这灯也亮了。这样这个插头给它换个新插头吧，在上面晃晃悠悠的。这个插头确实质量不行，就2个插，直接换一个3个插的，能插得紧一点。找了个插排的插头，这个插头比原来插头要好。这个可以插上很紧，这个不会掉下来。这忙活半天，没想到是一个插头插的不紧，这样就行了。去看看好不好使。好，没问题，检修完成。去维修以前，我还特意查了资料，恶补一下门禁方面的知识，就是赶紧补一下门禁系统这些弱电电路的知识。这本书更多的是电气控制方面的，照明、动力、工程接地、防雷，各种电机控制这方面的介绍的多。对消防门禁系统，这些都是我很少接触的。书中对它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，不过到现场没用上，
还好是电的原因，系统的原因就玩不了了。那好，感谢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